2014年以来，公安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整治网络违法犯罪的专项行动，这一行动被称为净网行动。今年以来，按照行动部署，北京警方上半年共破获涉网案件3900余起，抓获涉案嫌疑人4700余名，其中就包括涉嫌研发星源 APP 用于制造虚假流量的犯罪团伙，而他们正是明星微博转发量过亿的幕后水军。转发量过亿什么概念呢？2018年，新浪微博用户人数为3.41亿人，转发量过亿就意味着每3个用户就有1个用户在转发。案发时，该明星的粉丝量为2500万左右，转发量过亿意味着不仅每一个粉丝都参与其中，还有7500多万的编外粉丝参与。今年2月，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对这种流量乱象进行了披露，而其后黑色产业链也被曝光。暗访记者不仅实际操作刷流量，还对艺人流量进行了脱水。惊人的是，有些艺人脱水后的流量竟然直降80%之多。这种虚假流量现象和电商刷单、社交媒体买粉、网络电视节目刷量、公众号买阅读等现象一样，都属于网络数据造假。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，造假的方式可谓是五花八门。今年7月，小红书通过微博指责大众点评抄袭其用户的原创内容，具体做法是批量建立虚假账号，抄袭及搬运用户在小红书发布的原创内容。据小红书估计，抄袭的数量在100万条量级。抄袭的方式就是利用技术手段，将在小红书平台发布的原创内容分析比对提取关键词替换，纳入到大众点评的平台内容中。这种手段在业内被称为伪创作。另外，通过机器人冒充真实用户访问网站或 APP， 从而增加流量或点击量，是常见的造假方式。2016年9月末，因微信官方的后台调整行为，屏蔽了公众号刷量工具的操作，许多自媒体大 V 的真实用户和阅读数量显现出来。2015年，业内技术人员在知乎上爆料，通过反向编译蜻蜓 FM 安卓版本软件，他发现软件中隐藏有名为普罗米修斯和宙斯的强行自启代码，前者可以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在手机后台启动无窗口透明界面，后者则可以自主触发广告商的广告，并回传给第三方数据公司，从而完成用户自主点击广告的操作。也就是说，在你使用某 APP 时，有时点击没反应或卡顿，有可能你已经帮流量主刷了一单。流量造假的套路众多，甚至已经形成产业链条，为何会出现如此局面呢？首先，互联网企业的投融资估值一般采用流量法或市销率法，将运营数据造假夸大，有利于提升估值。某些投资机构在注资之前会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发现虚假流量的存在，然而对于初创企业投融资或资金不够大的项目来说，很多投资机构没有相应的预算查清真实流量。另外，有关资料显示，对于网站 APP 的真实运营数据，网络运营商其实一清二楚，但令人遗憾的是，这类真实数据往往得不到重视，一些 VC 投资机构、第三方数据公司也不会充分利用这些数据，可能因为没有利益驱动，对人有害无利。面对网络数据造假，6月10日，帮助某蔡姓明星获得1亿微博转发量的幕后推手星源 APP 被查封。该 APP 利用粉丝给 idol 刷流量的需求，疯狂牟利，半年内吸金800余万元。目前，主犯蔡某某因涉嫌触犯刑法中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，已被丰台检察院批捕。除刑法的法律规定和公安机关的专项打击外，2018年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，2019年正式实行的电子商务法，都将成为打击网络数据造假的亮剑。同时，实施网络数据造假的市场主体可能会被纳入严重违法失信人名单中，失信惩戒将会为净化网络环境保驾护航。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中，我们常说数据为王，但只有真实诚信的数据才能证明数据的价值，虚假的数据无异于镜花水月。而进行制造网络虚假数据的产业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。真实的公正，因为本身这个一个数据的出现，其实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参考意义。感谢您观看本期节目。What on Earth 一探究竟是人文科普自媒体，我们关注人类社会值得探讨的有价值的话题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3连支持并推荐给您的朋友，共同开启更多可能性。